经常吃淀粉肠的都知道，每天下班后来2根，便宜又喷香。淀粉的价格吃出肉的味道，这买卖简直赚翻了。同事看我每天吃烤肠，就好心劝我少吃点，我直接反驳他：不是，我都吃了10几年了，就是淀粉组成的肠，有没有问题我不比你清楚多了吗？你就是看我吃的欢，嫉妒我，我今天要吃双倍的量，证明给你看。好吧，你喜欢吃就多吃点，我劝不动你，吃出问题又不是痛在我身上。我没听同事的劝，欢快的吃了起来，突然感觉一根骨头卡在喉咙。不可能，淀粉肠是淀粉做的，怎么会有骨头？我感觉肚子隐隐作痛，脑袋出现翻天覆地画面，一下子就失去了意识。而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竟发现我重生了，到了1983年，直接回到了我老家。大哥，来吃鱼，刚刚烤好的小鱼仔。老弟，别给哥哥我吃串了，再吃一串我恐怕得重生到原始部落了。既然自己重生了，那就必须要利用前世的信息大赚一把。现在的房子价格可是很低的，而将来一定要大涨，而买房需要本钱，那就要先赚到第一桶金。我立马在家里面到处寻找，走到自己家的厨房，翻出了一袋咸鱼干，足足50多斤。可以，那就先卖咸鱼。老大，你干啥呢？妈，我饿了，找点吃的呢。这年代大家缺油少盐的，咸鱼这种食物几乎没什么味道。但近几年经济好了，舍得放油了，大家才开始吃起来。娘，这小咸鱼挺好吃，要是有人来买咱家的小咸鱼，少了1毛钱1斤不卖，还1毛钱1斤，就是5分钱俺都买。这玩意不值钱，咱村谁家没有？谁稀罕啊？娘，俺吃饱了，您快去睡觉吧。明天开始筹备，先搞一辆车，再找销路。来到学校，我还记得前世高考考题，并且将考试题目透露了一部分给同村的李慧博，还找到了班花杨小翠。杨小翠，你是城里人，能帮我打听一下，城里能租一个货车吗？我想去趟省城。依照杨小翠家里的关系，找辆车应该不难。去省城干嘛？来回800里路呢？俺家有亲戚在省城，俺爹让俺给亲戚送点东西。得了吧，你爹能让你去省城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真的，骗你请你吃淀粉肠。不认识，别找我。去省城卖鱼仔路途太远，必须得有车，而杨小翠的爹是县城供销社的一把手，也只能找他借了。好，小翠翠，你帮帮忙嘛，就一辆车，就这一次。我继续纠缠了几分钟，杨小翠没办法，只能答应。看在你长得比较帅，就答应你，不过就这一次哈。没问题。车解决了，接下来就是收鱼费用，需要不少本钱。为了改变命运，只能委屈自己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都答应你了，你还要干啥？小翠啊，我还想找你借点钱，过几天就还给你。没有，俺借的不多，就借100块，你肯定有。没有。你有多少？我只有60块。小翠，借我60块，5天后还给你70块。经过自己的好说歹说，终于借到了58块。你记住，我不是因为你帅才借给你的。你说的对，这次你的恩情，不，你的好意我记住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杨小翠又给了我一个纸条，这是司机的联系方式，你直接找他就行，就说你是杨主任的外甥。行，多谢小翠姑娘。说完，我直接回到村里。为了不让父母担心，我偷偷来到李茂前家。你这孩子不好好上学，回来干啥？大爷，俺一个同学的父亲想买点咱这的小咸鱼送人，托我回来买点。你家没有小咸鱼，非得来我家？人家给了俺2块钱的跑腿费，要2000斤，1斤5分钱。我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才想到咱们村的。5分钱收购，我打算卖5毛，9倍利润。我拿出30块给李茂前一看，这年代1个月工资才80，人家都付了30块定金。好，我帮他收，还有其他的要求没有？他们打算收4000斤，但定金只有这么多。等10天后，人家亲自来咱村结账，还要把小咸鱼送到县城边上，人家派车来了。这利润真不少啊，我就试试看吧。回到学校，为了报答杨小翠借钱之恩，我将一部分考题也告诉了他。第3天，我在学校门口接到村里面过来的送鱼马车。大方，一共收了4500斤，咱们村的不够，我又去隔壁村里收了点，够不？够了够了，下周我回村把钱给您带回去。行，你办事我放心。送货的人每人给了1毛钱，记在你的账上哈。不一会，去往省城供销社的货车站，开车的正是杨小翠的亲戚。王师傅，辛苦你了。客气了，杨主任吩咐过的，咱一定照办。我坐上车，一路来到了省城。王大哥，一会你把车停到外环那边的小菜市场，明天上午我去省供销社找您。大粉，你这是打算卖咸鱼吗？是啊，4500斤啊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完。毕竟自己第一次来到省城卖鱼，数量也不多，就先到菜市场零售室试水。指望小菜市场，你1周都卖不完，你咋不送去供销社？供销社能收俺的货，俺可没你们供销社系统的介绍信，只有村里的介绍信。这个好办，介绍信给我。我将介绍信给了王师傅，有了王师傅的引荐，这次卖鱼应该要顺利很多。车辆一直往前开，不一会，我们来到了供销社门口。抓紧时间准备一下，凌晨3点，供销社就要开始收货。王大哥，你说
他们要不要这些咸鱼？要，只要价格合适，他们肯定会要。他们收多少钱一斤5毛2。一听到价格是5毛2，我就放心了，比自己心理预期还要高2分。为啥以前不知道供销社收咸鱼呢？以前也没人来卖啊，供销社不缺这点咸鱼，有人来卖，他们就收。供销社的货架上就有咸鱼，没人卖，他们也不会主动去收货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不一会，供销社收购人员过来了。王刚，今天怎么到我们这来了？我们主任家的外甥帮着村里卖点干货，我就顺道送过来了。吆喝，小咸鱼，好久没来这种好东西了，今天价格好，5毛5一斤。兄弟，我们主任的外甥给的高高的哈。好说好说。续完旧后，就开始称鱼算账。大凡一共是5538斤，3210块钱。谢谢，大家发财好。小兄弟，大家发财好。我拿着到手的钱，感觉手抖得厉害。几天时间，净赚3000多块，属实是有点把握不住。我回到家，立刻跑到了李茂前家里。大爷，对方很喜欢咱们的咸鱼干，或者有其他海货也行，照着6000斤左右收购，还是周五，还是那个地点。县里的海米和虾皮多少钱一斤？海米是1斤1块1，虾皮是1斤9毛8，就照这个价格收，但不能收多了。海米只收50斤，虾皮也是50斤，剩下的还是要小咸鱼。但是我不敢多收，怕被县里的供销社盯上，和公家抢生意，不想活了。经常发财的人都知道，钱太多了是真的没地方放，而我眼前的几千元巨款只得埋到床底下。将3000多块钱买好后，自己身上只留下200块，还了70给杨小翠，剩下100多日常完全够用。距离高考还有几天，因为前世还记得考题，我信心满满的等待这一天到来。果然，考完语文后，李惠国找到我。老大，你是不是知道考试题目？作文题目居然被你说中了！胡说八道什么？我要是知道题目，我干嘛要告诉你？我是根据前2年的试题自己预测的，没想到这么准。要是后面几科也如此精准就好了。其实后面几科的题目我也记得，但是我可不能都泄露了呀，毕竟第1名是留给自己的。想得美！要是都精准了，我回家就去上坟，除了祖宗保佑，没有别的可能性。咱俩一个祖宗，要保佑也是保佑咱俩。接下来的几科考完后，果然题目还是和前世一样，李惠国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兄弟，这次哥哥要好好感谢你，我感觉我能考上大学。我没再搭理李惠国，因为说多了就要露馅，而我现在最在乎的就是咸鱼生意了。于是我立马回到了村里。大爷，咸鱼收购的咋样了？方圆10里的都被收购光了，这10天只收到了不到2000斤，再过半个月才会多起来。听说小杂鱼能卖钱，大家卯足了劲出海打鱼呢。2000斤我已经看不大上了，过段时间就要去燕京发展，所以要收更多的鱼。大爷，还有没有办法尽快收购大量咸鱼干？最好搞个5、6千斤。你先不要急，这几天大家卖鱼挣了不少钱，已经打了不少鱼了，正在晒着，过几天就可以出货了。大爷，你可千万不要说是我自己收购啊，只说是县里的供销社要的。我知道轻重，放心。回到家里，我把爹妈都叫到一起。爹娘，有件事我要和你们说。这次高考，我对了一下答案，感觉考得非常好，考上大学是跑不掉的，甚至燕京的大学都有可能。因为这几天到处跑，没好好学习，为了不然父母担心，只能先这样让父母安定下来。老大，真的，我家祖坟冒青烟了。考完后我就对了答案，应该没问题。还有一个事情。说完，我从包里拿出一叠钱。老大，你干啥了？这么多钱？1000多块钱在眼前，杨秀兰感受到的不是高兴，而是惊吓。老大，你没做坏人的事情吧？看到爹妈难以置信的样子，我把收咸鱼的事情经过和他们说了。老妈听了之后心有余悸，但是也接受了。李茂前怎么能这么干？都是亲戚，互相帮忙是应该的，怎么能从老大手里抽钱呢？我找他去。娘，如果没有村支书的参与，介绍信我都开不出来，这钱该着支书赚，别心疼，他赚了50，你儿子赚了1000块呢。听完我的解释，老妈又欣慰了许多。你支书再能耐，还不如俺家老大赚的零头多。如今全城的销路已经饱和，这几天我想去京城、政府这些地方去看看，能不能找到销路。老大，你可从来没出过远门，能不能行？放心吧，娘，反正都是坐火车，没问题。等我填完了志愿，我就去京城。几天后，我填好志愿，选的燕京大学。李大方，你确定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全省就要1个人？你真的确定？我确定。反正你也就是凑数的，本科线够呛能上的了。行吧，等着看结果就好了。填完志愿，想到以后去到京城卖鱼还要长期借车，我找到杨小翠。你老爸什么时候回家？我去拜访一下。你还真去我家？一会你和我一起回去吧，我爸爸今天没上班。来到杨小翠家，我见到了小翠老爸。叔叔你好，我是杨小翠的同学李大发。你就是李大发？我听小翠说了，要不是你帮助小翠，小翠也不会考得这么好。这次来拜访叔叔是有一事相求，
上次叔叔帮我们村里运了些小咸鱼到全城，村里赚了不少。我大爷想让我问问，能不能租用一下供销社的货车，想把小咸鱼送到燕京的供销社看看，能不能再打开个销路。杨可海有点为难，公家的车怎么能租给集体经济？这是要犯错误的。大发，本来叔叔不能拒绝你，但公家的事情不能这么办，租车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们的运输量不大，叔叔可以做主，安排一辆车帮你们运几趟，再多叔叔就为难了。听到杨海克回答，我放心了，只要能帮忙运几趟就行。等自己去了燕京，一切都好解决。太感谢叔叔了，我们主要是去试试销路。燕京那边你联系好了吗？没有呢，我们先运过去再说，大不了自己摆摊销售。还是要进供销社系统才行，我帮你联系一下。杨可海说完就打了个电话。大发，联系好了，你说巧不巧，燕京供销社正在眼红全城的小咸鱼呢。一听我们能提供小咸鱼，燕京那边立刻同意，让你抓紧送一车过去试试销路。燕京知道全城的小咸鱼，难道事情败露了？全国供销社系统正在改革，全城供销社把开拓小咸鱼市场当作改革成果报到总社。燕京那边知道后，也在积极联络小咸鱼货源，但全城那边保密工作做得好，燕京那边还没找到门路。我深感大事不妙，毕竟这种大生意容易背上不可说的罪名。叔，那我就不在家吃饭了，我必须赶紧回村里处理一下，尽快送货去燕京。这次我需要2辆车，一辆去全城，一辆去燕京。行，你还是找王帮，我让王帮安排。说完，我就马不停蹄地回了村里。大爷，事情有变。我把小咸鱼成为典型的事情一说，吓得李茂前打哆嗦。大爷，别紧张，我是这么想的。我把自己的计划和李茂前说了一遍。大爷，越多越好，全城5000斤，燕京1万斤，全城的钱收回来后，你一定要上到村里的账上啊。行，我知道轻重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王帮拉着一车小咸鱼，李茂全拉着一车去全城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们到达了燕京供销社。是路东来的同志吧？感谢你们千里送咸鱼，京城老百姓的饭桌上又能增添一道美食，感谢。我们县供销社的杨主任让我到了后务必拜访郭主任，感谢郭主任为偏远小渔村提供这么好的机会。一番交流后，就开始称鱼结账，一共是10500斤，每斤价格6毛，一共是6000多块钱。这是条子，你们拿着去领钱吧。咱们在京城住一晚，还是连夜回去？连夜回去，休息2天，再往京城送一趟。行，王哥，这个事情咱们做不长久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为啥做不长久？顶多再过1个月，全国都会知道小咸鱼的事情，到时候咱们怎么和公家抢，也不敢和公家抢。还是大学生的脑子好使。我明白了，跟着你这几趟，已经赚了我好几年的工资，知足了，能赚一点是一点吧。此后的1个月，又卖了5次，赚了不少钱。而我的床底下已经堆满了钞票，我只得赶紧买了把锁，把房门锁了起来。而村里的咸鱼生意也交给了李茂前负责，自己则等待通知书的到来。重生80年代，我凭借前世的记忆记住了考题，获得了省理科状元。大发，赶紧开门，县里来人了，给你送通知书呢。这位是状元郎的父亲吧？我是陆刚，你家李大发同学，为全县争了光，市里的人也打来电话，让我向你表示祝贺。感谢大家，感谢，是你们培养的好啊。父母见到突如其来的祝贺，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手忙脚乱地准备饭菜招待大家伙。大家也吃了一顿大饭，连续庆祝了2天。庆祝过后，村里面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但也传来了坏消息，村里的咸鱼生意暴露了。大发，一下子好几千块钱放在村里也不是个事，我这心里天天不踏实，又不敢存起来，万一让镇上知道了，肯定给咱截留了。确实，现在这个年代说放开，但是又没完全放开，咸鱼生意也不敢贸然做大。大爷，咱们先说小咸鱼的货源问题。如今方圆10里的渔村都在给咱供应小咸鱼，大家最好联系一下各村委，以后的咸鱼只供应咱们村，不能让其他的村学去了。收购价格也提到1毛5一斤。是这么个理，如果1斤1毛5，每户每月晒出200斤咸鱼，也能增收30块钱。第二是防止县供销社插手，一旦县供销社插手了，咱们一个小小的村庄扛不住。前几天陆高来的时候，他好像很感兴趣。大爷，你可以多去县里跑跑。没问题。第三是销售的问题，全城燕京已经拿下，剩下的内陆很多大城市，你们都可以出去跑跑，说不准会有新的销路。确实可以尝试，多条路不是坏事。最后一个是运输，我觉得村里可以买辆车，以后咱们自己送货。买车那要多少钱？不用买新车，买个别人淘汰的就行，集体的或者矿上处理的卡车，应该很便宜就能拿下来。具体的需要你们去打听。好的，这个交给我。再就是联系方式，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装电话，以后谁想要货，直接打电话，咱们送过去，这样方便许多。不愧是大学生，点子就是正。行，就按大发说的办。村里的事情解决了，还有20天就要去学校报道，但是自己的这几万块钱得想办法花出去。盖房子，对，就是盖房子，盖一个大房子。爹，
红砖是多少钱一块？年前你二叔翻修大门，我记得红砖是3分8厘。水泥呢？水泥不知道，咱们从来没用过水泥，也买不到。开放初期，一般老百姓家盖房子，谁舍得用水泥？老大，你不是想用红砖盖房子吧？泥土房子不安全，也不如双层砖头的暖和。你拿回来的1000块钱已经花了200多，还要给你带点上大学，用砖头盖房子肯定不够。咱们按照4000块钱盖房子，4000块钱建房子，这得多大的房子？把老子卖了都凑不够4000块。我回屋拿出5000块，一把甩到堂屋的桌子上。别舍不得钱，咱家有钱。这年代万元户都能上电视，随手一甩就是5000块，差点吓瘫父母。老大，你的小咸鱼不是交给村里了吗？怎么还有这么多钱？燕京那边赚了一大笔钱，全用来盖房子。他爹真盖4000块钱的，美的你要留点钱给老大娶媳妇呢。一家人商量好后，决定盖3000块钱的，剩下的1000给老大娶媳妇，1000给老二娶媳妇。至于手里的800，那是2个闺女的嫁妆。我又去到了李茂前家中。大发来了，快进屋。大爷，有个事想拜托你一下，就是我家要盖房子，想和你商量一下。房子的墙不用红砖，用青砖就行。青砖便宜1分5厘呢，水泥不好弄，要到县里的物资局批条子。不过你和供销社的杨主任认识，应该不难。按照你说的规模，大概需要3000块钱左右。这么少？即便用青砖，也至少需要4000，怎么会3000呢？你家帮工的，你要是给工钱，这不是打左邻右舍的脸吗？谁家帮忙还要工钱的？原来80年代都是左邻右舍互相帮忙，给大家管饭就行。好的，大爷，到时候还请大爷帮帮忙。过了几天，村里面的咸鱼事业也如火如荼的展开。李茂前也将卡车买回来，花了2000元，再种3吨。而我也要去到燕京报名上学了。娘，我跟杨可海叔叔一起走，王帮会送我，你放心吧。等到了京城，给娘拍个电报回来，我在你裤子里面缝了100块钱，到了学校就剪开拿出来。原来80年代为了缝到，大家都喜欢把钱藏内裤里。娘，王大哥到了，我走了。我告别父母后就上了车。父母不知道的是，在我的行李里面还有我带的3万多，这些都会成为我以后在燕京混的资本。到达燕京，下了车，我上了一辆出租车。一看这位小伙的样子，是来报道的吧？燕京大学的。是的，师傅，是去燕京大学报道。师傅，这车是你自己的吗？我从来坐过这种好车。不瞒你说，我自小在这皇城根长大，万燕京城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。以后你要是需要出租车，你们去我家找我，我家就在燕大旁边火器营第2个胡同口进去，第3个四合院就是我家。你进了火器营打听一下，我叫王大锤，没人不知道我。好家伙，这燕京人就是富有，家里就是四合院。不过这个年代价格还不贵，我突然感觉机会来。燕大附近有租房子的吗？或者卖房子也行。这边随便给俩钱就能租一间屋子，没听说有卖房子的。不过听说皇城根附近有不少卖的，但不知道价格。现在能买房子吗？能，肯定能。现在流行出国，很多人会卖房出国。您打算买四合院？打听打听，家里有点闲钱，看看能不能买个4合院。我住不惯宿舍。一看您就是个富家子弟，随手一扔都是工人半个月工资。您要是真想买，我帮你打听打听。行，帮我打听打听吧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等找到合适的房子，去燕京大学经济系找我，我是今年的新生李大发。好嘞，包您满意。来到学校，我很快就和室友混熟了。你好，李大发，早就听过你的名字，而且还是和咱一个寝室，荣幸荣幸。在座的各位都是学系里面的尖子生吧？不然也不会被燕京大学录取。哈哈，谦虚了谦虚了，和省理科状元相比还是有差距的。聊完天，我就去小卖部卖了一把锁，将钱锁在了柜子里面。接下来几天就和室友们熟悉环境去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老家那边盛产海鲜，过几天给你们带点过来尝尝。可以，我老家主要产苹果啥的，我到时候也带些过来让大家尝尝。李大发，李大发，我听见有人叫我，立马看了过去，原来是王大锤过来了。重生80年代，趁着京城的四合院便宜，就赶紧买了一套留着发财用。大发，我找到了5个四合院，其中2座没人住，剩下的3座都有租户在里面。最大的一座占地1000多平，要价1万，不过房子比较破旧。另一座空着的呢？另一个空着的是1个2进的院子，占地600平左右，比较新，主家要价7000块。明天能不能去看看这空着的这2座宅子？没问题，我一会去通知主家。我直接掏出了100块钱递给王大锤。明天你别出车了，直接载我过去。没问题，瞧好吧您呢，包您满意。第2天，我和王大锤一起来到了四合院。刘大爷，我把买家给您请过来，你们谈谈。宅子在这，你们看看吧。我看了看院子周围，发现院子里面有点破，不过破了好，这样就能讲价。
您这院子太破，您要价12000，太高了。对，您只报价12000，不是让您报价15000的吗？前个月刚卖的那座宅子和这个规模差不多，人家卖了14000呢。您要是报价15000，咱来的兴趣都没有。如果您坚持，咱们没法谈，分歧太大。说完我就使用激将法，假装要走的样子。12000就12000，我认了。我继续向外走，刘武一看没招了，心里开始着急。我再降价500，请就卖给您了。我不说话，继续往外走。李先生，您给个价，差不多就卖给您了。行，我给的价格是7000。听到7000这个价格，刘先生惊到了。李先生，您消遣人呢，和我们爷们逗闷子呢，7000您也敢想？刘先生，您这宅子重新修起来，至少还要5000块钱，相当于我要花12000才能住人，所以我只能给您这个价。我们还要去看另一个宅子，您海涵。李先生，您给加点，多少加点？7000太少了。要是只卖7000，咱们出国的费用根本不够，至少要1万才行，还不说咱们在国外的生活费。要不把老爷子住的那里也卖了？除非我干了，不然我的房子谁都别想动。经过一番讲价，房主终究没卖，于是我们立即赶往下一家，而眼前这一家品相就非常不错。童先生，您这宅子不错，只是不知道这价格还能不能商量。7000块钱能买到这种质量的房子，简直是100年难遇，已经是最低价了。您的这些家具也带着卖？妈，卖了好换地方，老爷子在港岛安家了，我要去港岛。李先生，你也别和我讲价了，7000块，房子带家具都是您的了。以后要是您在港岛有什么需要，去港岛找我，我一准帮忙。得了，我和童大哥有缘分，和这宅子也有缘分，这宅子我要了，大家发财哈！大家发财哈！小兄弟爽快，哥请你吃饭。来到餐厅，王大锤话匣子收不住，滔滔不绝地讲起来。大发这小老弟厉害着呢，鲁东省理科状元，在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书。没想到小老弟还是状元郎，失敬失敬。童大哥，问一句哈，您父亲在港岛是干什么的？具体我也不知道，我光知道他老人家一个电子厂，一个服装厂，当年偷偷去港岛发展的数不胜数，但能混出来的却是凤毛麟角。但前世我也没听说港岛有姓童的富豪。那童大哥一到港岛就是富二代。童大哥，给兄弟留个地址呗，有机会去港岛找你玩去。没问题，我和兄弟有缘分，到了港岛要是不找我，我可不依。吃完饭，我们就各自回家了。走在路上，我看见了一位熟人。杨小翠，你怎么在这？可找到你了，我到处打听你的宿舍，你们宿舍真难找。原来我将考题告诉小翠后，她得了高分，考上了清华大学。今天休息，我过来找你玩。吃早饭了没？没吃的话，请你尝尝俺们燕大的早饭。没呢，就是打算来宰你一顿的。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在燕京买了套4合院，我带你去看看吧，就在你们清华大学旁边，以后没事了，你可以去玩。小翠一脸惊讶，不敢相信，一个小伙子居然有如此财力。李大发，你家到底有多少钱？一套房子，说买就买了。小克斯，洒水了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我的房子。我带着小翠就过去看我的4合院，一眼看到了站在门口童大卫。童大哥，你怎么在这？啊，宅子卖之前还没感觉，一下子卖了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想再看看。人之常情，毕竟是自家的老宅，有感情。我在这宅子里长到10岁，后来被征收，如今刚拿到手没2年，又成别人的了。嗨，这有啥？我在这宅子里永远给你留一间屋子。兄弟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兄弟了。昨天忘了问，童大哥的宅子卖了，你现在住在哪？听完这句话，燕京人那种优越的感觉又出现在童大卫的脸上。我们童家可不止这一处宅子。冒昧的问一句，童大哥，您到底有几座4合院？3座，其他的2座也在卖着，不过其他2座都有人住着，不好卖。嚯，童大哥是土豪一枚啊！不过兄弟给你个建议，您剩下的2座宅子最好不要卖。您要是信着弟弟，就放到手里留20年，20年之后，要是宅子价格低于1000万，我给您补齐。童大卫笑了笑，毕竟这年代也没人觉得房子是好东西，只知道汽车、电视、大哥大、电冰箱才是好东西。你小子真会开玩笑，1000万就是值10万，我都烧高香了，还1000万？你怎么不说值1亿呢？你要是能抱在手里30年，肯定会值1亿。兄弟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1亿那可是翻了1万多倍。我轻轻点了点头，劝说了一下童大卫。您房子也卖不了多少钱，1万块带去港岛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。可我马上就要去港岛了，房子在这怎么办？还要收租子，还要维护房子，没人照看着可不成。您要是信得过我，把宅子交给我，兄弟给你办得妥妥的。童大卫一寻思，这是个好办法，只要能把租户赶走，随便你用，只要帮我维护好宅子即可。好兄弟，放心，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。聊完，童大卫就要带我们去琉璃厂看看，让我们见见世面。我家祖上也是琉璃厂的常客，您宅子里那些家具摆设都是老物件，很多都是正儿八经的黄花梨。我虽然不懂古玩，但知道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。4合院里满屋子古董家具，肯定值不少钱。看到没？荣宝斋100年的老字号，贵，但是没假货。你要是有钱，可以淘换点玩意。这国营的商店能卖给私人？
那分批买，积少成多。您要是买的多了，可能会要介绍信，但小批量，多次买一点问题没有。既然能买，那我就放心了，我可有的是办法。这件是正儿八经的清代珐琅彩，就是太贵了，竟然要50块钱，老子大半个月工资呢。我们又把目光看向了一个烤火的炉子，这是清代仿制的宣德炉，虽然不是正儿八经的宣德炉，但品相完整，制造工艺先进，值得把玩。听着佟大卫的介绍，我哈喇子直接流了一地。这个宣德炉多少钱？还有这些青花瓷多少钱？售货员没有搭理我，没想过我这个年纪能买得起宣德炉，更别提那些青花瓷古董了。小姐姐，这个宣德炉可以用来烤火吗？售货员看我不知轻重的拿起了宣德炉，立马惊慌失色。乖，放下，这个炉子可是很贵的，摔坏了你可赔不起。我拿起炉子仔细看了看，发现表面被把玩的异常光滑，包浆了，我很喜欢。把它包起来，我买了。售货员看了我一眼，不相信我说的话。这可是80块钱，不讲价。买了。还有那个，这上面一排的瓶子碗啥的我全要。售货员看我一下子买这么多，以为我是来捣乱的，就故意给我出难题。买这么多，需要介绍信。集体的介绍信行不行？集体经济的也行，我们不送货哈。行，我回去拿，你们等我一下。不一会儿，我就把介绍信拿了过来。之所以这么快，是因为我在老家找杨主任多盖了几个白纸张，想要什么自己填。您一下子买这么多，必须要经理出面才敢卖。很快，一个胖乎乎的人过来了。小伙子，这些东西加起来可好几千呢。咱不差钱，有好东西，尽管上。经理看了看佟大卫，老佟不地道，这是给老子添堵呢。王老头，我这是给你介绍生意呢，你可别不识好歹。这时，佟大卫看到王经理手上的单纸，一下来了兴趣。大发，这个也买了，也是荣宝斋的，我记得价格是15块钱，乾隆爷用过的。这是和田玉的吗？这是青玉的，还有和田杨之玉的，一起买了。啥是青玉？我也不懂，可懂得杨之玉是好东西，索性也买了。买，凡是杨之玉的都买了，算钱。一屋子人开始打包，将里面的玉制品、瓷器、炉子、戒指啥的都买了。小伙子，一共11000块钱。老王，怎么样？小伙子不错吧？这小伙是哪来的过江龙？有东的，应该是家里有钱。我那个宅子卖给他了，以后你可以去他家把玩把玩。王经理，我们这就走，下周我再来拜访。如果你有空，可以去我家玩。暂时别来了，1、2个月开不了门，等在开门的时候，我通知你。离开琉璃店，我们把货都搬到了四合院里。佟大哥，按理说我应该给您个谢礼，这里面您随便选一个带走就是。佟大卫双手摩挲着那件珐琅彩，摇了摇头。这都是好东西，不能糟蹋了。以后我回来，希望还能把玩把玩。你放心，这院子永远给您留着一间屋子，欢迎随时回来。啊，本来就舍不得走，如今你这一屋子宝贝，让我更舍不得走了。我一听佟大卫不想走，吓了一跳，他可千万别后悔卖房子了。别介啊，您走您的，随时回来就是。这些宝贝，我保证一件也不卖，您回来随时能看到。说好了哈，不管多少钱都不准卖。行，我保证不卖，自己留着把玩把玩。回到宿舍，我躺在床上，想着那个1万2的四合院，就寝食难安。这次买古董花了这么多钱，那四合院卖1万2，我可快买不起了呀。正当我在为四合院的事情发愁的时候，室友进来了。李大凡，校外有个大叔找你。来到马路边，我就看见卡车旁站着一个30多岁的大叔。叔，俺在这儿呢，你是来送货的？临来之前，支书让俺告诉你一声，咱村的电话装上，以后有事你直接打电话回家。行，这次拉来多少货？这次是1万斤咸鱼，500斤海米，800斤虾皮。这么少？燕京要的货很少吗？咱们没有那么多货，全镇的人一起打鱼都不够卖的，支书就优先供应燕京城。必须保证京城小咸鱼的供应。外地人一到燕京，尝到了小咸鱼，肯定会想着法子打天。到时候咱们不愁买家。是这个理呢。自从咱们村装上电话机，买小咸鱼的电话不断，很多都是从京城知道的咱们呢。我一听咸鱼这么好卖，就打算在京城先开一个门面，专卖海货试试水。下次你来的时候，给我带100斤海米，300斤虾皮，还有海带什么的各种干货，我试试在京城能不能卖得动。行，以后你要带东西什么的，提前给村里打电话，我给你带回来。一般我是10天来一次京城。约定好后，我就要回学校上课了。如今既要上课，又要管咸鱼生意，来来回回不方便，得先弄辆自行车。于是我找小翠借了一辆自行车，骑到了四合院，发现佟大卫已经站在门口，我便叫他进屋一起喝茶。走了，晚上的飞机，家里就拜托你了。这么快？我以为还要几天呢。不走也得走了，家父催得急。说吧，让我在港岛帮你干什么？我一愣，我好像也没说要求他帮忙。你堂堂大学生，能和我这一老一少折戟下交，肯定是有事，有事直接说。佟大哥，年底我需要去一趟港岛，在那边开交易账户，还需要兑换点港币，能不能办？去港岛好说，老爷子的公司发个邀请函就行，兑换港币不好弄。我用这座四合院加上院子里的所有东西向你抵押，从港岛拆借10万港币。
我做不了主，我大概后天到港岛，我和老爷子商量一下再答复你。如果老爷子答应了，我给你寄邀请函。童大哥爽快，为了咱们的友谊，以茶代酒，干一杯。我拿茶杯一碰，心疼的童大卫打哆嗦。祖宗安，这是清代徐飞龙制作的珍品，可不能碰碎了。正当我们喝着茶，王大锤送来了一个好消息。大发，什刹海的主家扛不住了，主动降价到1万，想再和你谈谈。那家老爷子手里好东西不少，他还有一个院子，家里黄花梨家具，一屋子一屋子的，趁机弄点回来。听童大卫这么一说，我立马有兴趣了。只是他那宅子邪性，半夜3更的时候，经常传出鬼叫声。我和王大锤对视一眼，突然想通了，可以利用这个信息砍价。王大哥，让刘武下午到这来，咱们再和他谈谈。得了，今天我也不出活了，专门给你跑这儿事去。下午，刘家一行人来到了我这里。这不是童家的老宅吗？要买我房子的是童家。刘先生，这宅子现在姓李，我买了。李先生还有能力再买一座4合院？不瞒您二位，本来不打算再买的，压力有点大。但如果二位诚心卖，我还是能咬咬牙买下来。不过你要买的话，我还是之前的价格，1万2。刘家还是先报一个高价，然后等我砍到1万就出手。刘先生，您不实诚。上周我去周边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您这宅子闹鬼啊。刘家两口子听后一阵尴尬，一时竟不知如何辩解。别听他们瞎咧咧，咱们是新社会，谁会信鬼神这些东西？可人家说，以前住在里面的人，没人能活过2年。老童，不是你说的吧？童大卫一时竟无言以对，我连忙解围道：童大哥，这宅子含着全部家具，才要了6000块，您的房子破成那样，真心不值，请您降价。你这宅子半夜闹鬼啊，便宜点我就买了，7000块你卖不卖？宅子9000块，你拿走，不能再降价了。6500，留下500，我做法事。8900， 6600。两人你来我往的谈了1个小时，最后以8000块成交。李先生，这次以8000能拿下这座4合院，你可是捡了大漏了。我走了，房子以后归你了。看着这个破旧的4合院，我得赶紧修缮，以后还有大用处。王大哥，你认识能修缮4合院的人吗？我亲弟弟，初中毕业，今年25，办事还算麻利。要不让他跟你一段时间？行，先让你弟弟过来，我见见。来，我马上去接他过来。1个小时后，王大锤领着他弟过来了，是个结实的小伙。二哥，以后跟着我吧，1个月100块钱。谢谢李先生，不用给这么高的工资，和普通工人拿的一样就行。100块不多，跟着我会很累。从今天开始算，你的任务就是把这4合院整理好。我们来到院子外面，给王铁安排事项。在这盖一间屋子，把门开在马路上，面积不要太大，20来个平方即可。我有用。得了，我大哥和我说了，晚上我就去找我二姑父，肯定给您弄得妥妥的。还有一件事，让你哥弄张工业票，买1辆自行车，省得以后用腿跑。李先生放心，这种事情不用麻烦我大哥，我给您办，可能需要花点钱。我二话不说，掏出500块。100是你这个月的工资，剩下的你先留着花，以后你吃饭也从这钱里出，只要记好账就行。王铁没有矫情，爽快的答应了。接着我又去邮电局排了2个小时的队，和村里通上了电话。老大在学校挺好的吧？娘，我挺好，你和俺爹还好吧？好着了，天天不愁吃不愁喝的，哪能不好？天冷了，你自己去买点衣裳哈，别不舍得花钱，咱家有钱。老大，咱家房子盖起来了，后天就搬家了，只花了2800，比预计的省下了200块。2800，那还不错，剩下的你再去弄点家具，别不舍得花钱啊。通完电话，我上了2天课，然后又回到4合院，我就看到王铁在等着我。李先生，一共花了220，车子180，买票用了40。好的，多谢王哥。周末，李延道又过来送货了，送了5000斤。李大叔，这5000斤啊，你让我上哪卖去？支书说了，您慢慢卖，要是卖不了，我再拉走。行吧，你把货卸到这院子里面吧。不一会儿，就将1车的咸鱼给卸下来了。职员，叔走了，我要连夜赶回去，活太多，拉不完。行，告诉支书再找一个司机，你俩换着开车，一个人太累，容易出事。放心吧，李海丽家的小子在学车呢，等拿到证，我俩开。又过了几天，我的什刹海的4合院已经收拾的差不多，周末就能开始卖鱼了。王铁，各类干货的价格都记住了吧？一共10种干货，小咸鱼7毛1斤，海参8块钱1斤，海米2块5，虾皮1块7。记住了，大发放心。咱们开门做生意，千万不要出去吆喝，免得被人盯上。进来人，你再介绍。王铁点了点头，他非常不理解大凡为什么做生意这么小心，但还是照做了。不一会就过来了一个中年人，恭喜老板发财，恭喜老板发财。我定睛一看，这不是我前世的老丈人袁胜春吗？老板，开门第1天，生意兴隆，能不能赏口饭吃？老袁，还认识我不？小伙子有点面善，咱们以前见过。我们9月份在火车站见过。
哦，小老乡啊，这是你的铺子？不是，这是我朋友的。你怎么混成这样了？嗨，别提了，这京城人真没好东西。一听到这句话，王铁急了，说谁呢？我就是京城人，我不是好东西了。我嘴贱，你莫生气。寒暄了几句才知道，袁胜春做生意被人抢劫了，一路要饭到了京城。小老乡，赶紧弄口吃的，好几天没吃饭了，饿得慌。吃完饭，我们继续寒暄，不一会就来了一个老太太。你们这是卖海鲜干货吗？哎呀，老人家，你慢点，路上滑。你要点什么？你们这有海参吗？有，咋没有呢？刚进了几斤，还没卖出去呢，您就来了，简直是跟给您准备的一般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袁胜春，这老丈人真是什么？前世的时候没发现老丈人有这样带货技能啊！我家里有病人，大夫说吃点海参补补，可国营商店根本就没货。老太太，您不知道这海参啊，都是野生的，在水下10来米的地方，全是潜到海里一个一个抓起来的，产量很少。咱们这个海参是正儿八经的要用的，《本草纲目》上都记载过。袁胜春拿过一只海参，您看看多大？这只海参至少要10年才能长这么大。确实够大，比他们说的大不少呢。多少钱一斤？袁胜春瞪了一眼王铁，经理，咱今天刚开门，本来海参是12一斤，给老太太算便宜点，10块钱吧，行不？你这汉子好不小事，国营商店的才6块，你竟然卖12。老太太，你也知道，这么大的海参要长10年才行，国营商店的都是5、6年的，长得越大的药效越好。你要是不信，去医院问问是不是这个道理。再说了，国营商店的海参你也买不到，不是？两人不断拉扯，最后老太太花了5块钱买了半斤。老太太，千万不要说你是10块钱买的哈，一定要说是12。知道，放心吧，吃完了我还来买。我看老丈人坑了老太太，有点于心不忍。老袁，明明这里标着8块钱一斤，你竟然敢说12，不怕老太太看到标签和你翻脸？老太太多大了？至少70岁，能看得到你那点小子。再说了，你们这定价不合理，我走南闯北的见多了。海参这种东西金贵着呢，你卖12还是有人买。海米和虾皮的价格再提一提，小咸鱼这个价格正好，海带降价，只要比国营商店贵1分钱就行。我听完后觉得老丈人说的有道理，是个人才，决定收下。老袁，既然你找不到下家，那就先在这干着吧，1个月80块，包吃包住。行，既然小老乡看得起我，我就暂时留下吧。有了第一个顾客，后面的顾客突然多起来，几乎都是奔着海参来的。海米等其他产品也被带的销售火爆。大发，货不够卖的，再去取点吧。海参不能再拿了，明天再拿出10斤来，其他干货可以再拿。就这样，我们第一天卖了300多块钱，净利润200多。要是把这5000斤货卖光，利润至少4000块。按照这个速度，10天就能卖完，1个月就是一个万元户。王铁，以后每天的营业额你先收着，周末去金华4合院交给我，我没法每天都过来，这里就靠你俩了哈。大发，放心吧。回学校后，抽了个时间拍了个电报给李茂前，又问他要了海参200斤，鲍鱼500斤。随着干货商店名声的打开，销量越来越高，到月底的时候，销量已经比刚开业那天翻了一番。虽然利润只有300-400，但胜在稳定。